发。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不然你能接受？什么？我是 gay。真的。出柜这件事情一直是许多朋友的人生问题。这支影片是我去年和30几位亲友，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出柜的侧录。去年只要有朋友约我吃饭，甚至有高中老师在场的同学会，我都坦白了，想要透过这支影片来鼓励大家，出了柜以后天并不会塌下来。虽然出柜有非常多家庭因素、个人因素需要考量，我也不一定主张一定要出柜，但这支影片就献给同志的父母们以及广大的同志朋友们，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在我小时候那个还没有性别平等教育的年代，虽然我没有遭受到严重的肢体霸凌，但是言语霸凌的称号不绝于耳，像是人妖、变态、娘娘腔、搞 gay， 小时候都听习惯了。小学老师在做毕测的时候，甚至将我的照片做成了4格漫画，说是人妖。当时的心灵确实是蛮受挫的。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一个楷模让我知道，其实同性恋属于社会的一个样态。而偶像剧呢，总是一男一女的人物设定，童话故事总是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上国中以后，好像发现自己喜欢男生，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 gay， 导致有一段时期甚至好怕，如果万一不能恢复正常的话，是不是将来要变性呢？国1升国2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离婚，这个时期的我开始想要在同侪之中寻求认同感，也想要被接纳，所以开始认真的努力读书，什么方面都要是一个乖小孩，什么事情都要努力做到100分，热衷班级事务，拼命的取悦别人，假装自己喜欢女生，常常开黄色笑话来伪装自己，才能融入同学们，才能让同学转移我性别气质比较不一样的焦点，才能向老师证明，向父母证明，我们其实没有跟别人不一样。身边也有许多同志朋友们在各行各业扮演着他们很出色的角色，但是有多少个年轻生命，或许他们曾经想要尝试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还是受到了霸凌、歧视、家庭革命，甚至往往想不开。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极为低调，注重个人隐私，但他理解，或许他出了柜，就能够帮助那些受到霸凌、感受不到家人的爱、遭到家排斥、几乎走上了绝路的孩子们。 To me, it is God's greatest gift to me. I need to do something for them and show them that you can be gay and still go on and do some big jobs in life, that there's a path there. 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为我新家做了一个暖屋趴，我分享了许多主题，当中也包括我出柜的主题。许多朋友看完了之后，非常鼓励我需要把这个主题分享出来。我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是 gay。不惊讶这个好烦啊！你们是我第一个出柜的耶，不要讲真的假的之类的，从来没发现。刚刚听到我讲什么？美琪？哦，你是 gay 啊？好烦哦！哦，就是我是 gay， 你们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我来跟你们讲，傻眼。其实我不知道。啊，你屁啊！我不知道你是 gay。你确定吗？啊，你屁啊！他们知道你不知道，他们可能就是附和你啊。没有啦，其实是我 sense。哦，对啊，也是 sense 到嘛。我是有人跟你讲，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对 gay 的那个敏感度非常低。你看耀宇，我就觉得，因为他也不 care gay 的。对啊，他其实都。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是 gay。怎么了吗？烦。不是啊，这有怎样吗？没有，一样很惊讶之类的。我反正有点太，我觉得崇拜，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好，再来一次。我是 gay。我还在学的时候，在学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不太出来，而且也不在意，就是不是说也不 care 你，就是不会想到要去想。哦，对，应该是不会，就是可能跟就是相处也不会特别去意识到性取向。我想跟你讲，我是
我觉得我身边有非常多，我有非常好棒的然后经常活下来，爱家。但我要跟你讲我知道啊，你们知道。那这样还要吗？那我们私底下自己有觉得，对，我们要讨论过。然后我也觉得你们讨论。对，我们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讲？我是 gay。你看你我打野，我有想过，我有想过。我是 gay。哦，那不会怎么样啊？好感人哦，从一个军人。不会吧，就不会怎么样。还好吧？你知道王凯生？为什么？没有，就是知道。我听人家讲。你知道我帮你大学辩护多少次，都说没有，他高中很色，觉得这个人是的。这就是他跟我讲，这就是他跟我讲，这就是他跟我讲，这就是他跟我讲。你们怎么敢讲？然后我要跟你们讲这个事，我是 gay。我突然要讲这个，因为我觉得快30岁了，我想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想要就鼓励台湾一些孩子真的勇敢的有些人小孩他们可能过不了这一关，我希望然后我当伴，然后我也会我还没有跟我妈讲，可能是今年起，但我也会叫我。好感人。然后。我就觉得感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一点感觉，就觉得我都就是可能有一些压力，所以都不敢说。我数过好多个。是 gay。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啦，我跟我讲都很好啊，对啊，而且我们这边不是打射中吗？我跟你们讲一件事，真的，我是 gay。哦，其实我没有猜出来啊。所以刚刚这个故事我们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说。对，只有我们一直都没有说，因为我们觉得没关系。对啊，是gay还是双还是？因为有很多的，有很多种啊，对，有无性恋啊、双性恋啊、同性恋啊都有啊。无性恋，我有看过，我有朋友是跟我男朋友、女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这样换。你的我也有个朋友，真的有很多水吧？我有个朋友是这样，他没有。这20-30个人当中呢，其实最紧张的应该是同学会，但是很意外也很感人的是，那个读军校的钢铁直男竟然就说这个没问题。另一个直男也分享着他大学同学跟他出柜的体验，也意外收获了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她其实是双性恋，她现在有一个女朋友，我也被反出柜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妹妹的故事，他如何为了他妹妹去跟家长沟通，在各种婚姻平权的活动上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后来我们几个朋友还讲到正在捷运站里面哭，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其实就很单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所以我支持你。我之前在中国大陆工作了2年，其实中国大陆还是相对一个比较保守的环境，像是在成都结交了一个同志朋友，他跟我讲他隔年就要结婚了，当时就觉得很错愕，你有办法结婚吗？他说是行婚，就是形式婚约，是为了要结给爸爸妈妈看的。后来我想一想，真的在公司里面就有同事，他就是啊，为什么他会有老婆跟小孩呢？而且还不止一个。所以我在用微信跟我大陆最要好的同事出柜以前，其实我非常紧张。而我也想到在2019年的我的隔壁部门的一个，当时我还是说没有，不好意思，之前瞒着你们，最近才跟家人出柜。他说很棒，其实只要家人支持你，前面的路都是一往无前。说公司是一个非常鼓励 diversity 的公司，做自己开心就好，包括他说很勇敢，很棒，问我有没有找到了另外一半，
说不管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只要找到真爱就是幸福。他说现在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是我跟我最要好的大陆小伙伴出柜。他中间常常撮合我，或者是他想要介绍我女朋友，他非常的热心，他就说他要一直帮我保守这个秘密，而且他说他没有怀疑过我，还说这再次证明了一点，同性恋优秀的人很多。然后我又跟我另外一个直男的同事出柜，他就说光明正大讲就行了，至少在我这里是完全没问题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搞笑的直男同事，他就说我靠你讲真，那你还钓妹子。另外一个部门的不知道听谁说的八卦，然后就来鼓励我。姐姐干嘛？我是 gay。什么？我是 gay。好，然后冷静。那很压抑哦。还好啊。OK 吧？真的啊。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不然你能接受？什么？我是 gay。有什么关系？以后早就知道。为什么你知道？1年多前我们在谈论的时候，那个意思我大概就有感觉了，你的那种意向，感觉得出来。那时候我有反抗过，当下我大概就是有想过，你想了一阵子才释怀，我觉得能接受，真的啦。所以如果我交男朋友，可以带回来给你看。可以啊，东西都是会改变，然后一成不变。那时代就是这样啊。重点是要你能过得开心快乐，那才重要。如果硬要跟异性交往，你不开心不快乐，就受不了。人生就是这样啊，你一直在寻找痛苦，不如你想办法寻找快乐，真的。你会不会是被我跟你妈影响的？就是天生的。只要你们过得快活就好，快乐。重点真的要快乐的生活。真的，我想跟你讲很久的。前阵子问过你，我不敢讲。你有压力吗？对，对谁的压力？我不知道，我只会这样子的。天生的，为什么天生的？有时候可能现在谁不想当，就不用从很多嘛。这是不能自己选择。你在讨厌我吗？怎么讨厌你好像很能接受。接受你也没办法改。那就难过啊！本来有期待，但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妈妈还是不能接受，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我昨天问她，妈，如果我将来交男朋友了，可不可以带回来介绍给你认识？她说可以啊。张淑月陪伴相守30年的同性恋人邱秀满，在医院急救开始，面对医护人员不断询问和家属的关系是什么，他却只能用朋友2字回答，只能不断地打电话找到病患许久未联络的远亲家属，前来签手术同意书。而故事到最后，邱秀满还是走了。张淑月坐在空荡的病房里，突然回应了护士的提问：请问您和病患的关系是什么？这次她坦然地回答：她是我的妻子。这是一个同志妈妈在凯达格兰大道抱着她的孩子，对着反同人士的呐喊：请你们再看一看，你们在抗议的是什么？我们是有血有泪的人，你们抗议的是不让我的孩子有家。
玫瑰少年叶永志。2000年某一个早上，在屏东，阴柔设置的他为了要躲避同学们的捉弄，要对他验明正身，所以他通常只能在上课的时候独自去上厕所，但有一次去了就没有再回来上课了。而叶永志过世4年之后，台湾也修订实行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叶永志的母亲叶妈妈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在面对伤疤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把悲伤的情绪化成力量，再去感染鼓舞更多的人。在同志大游行当中，她几次站在台上。永志妈妈，叶妈妈，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在高雄见到你们。我曾经跨过海口，我救不了我的小孩，我要救跟他一样的小孩。孩子们，你们要勇敢，天地创造你们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有一点时光让你们去争取人权，要做自己，不要怕，你们没有错，你们没有错。而在2019年，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通过了同志婚姻平权法案，同志的法律权益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然而，法律其实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也许30年后的社会本来就不会预设男生就应该喜欢女生，女生就应该爱男生。但是人能有多少个30年的光阴？如果传统家庭的价值歧视不减，现在的老年人有些会带着遗憾走到生命的尽头。现在的中年人有些和异性恋一样，有着珍贵得来不易的爱情，却没有办法接受家人的祝福，白头偕老。而现在的年轻人，有些可能被传统家庭价值的歧视剥夺了他们能走到30年之后的勇气。今天我把我出柜的过程分享给大家，是要让同志的爸爸妈妈知道，请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会被这社会排挤。有些事情在过去是理所当然，但在现在却看起来匪夷所思，就像女性裹小脚，女人不能投票一样。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认知到，同性恋已经是现在这个时代年轻人能够接受再正常也不过的事实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婚姻的真谛不是繁衍后代，而是爱。万一你的孩子还是受到了一点点的不公平对待，希望你能跟叶永志的妈妈一样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还是那个最有同理心，能够用不同视角待人接物，那个最美、最善、最真的孩子。 But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a minority gives you a level of empathy for other people who are not in the majority. And you begin to look at life a little differently. 46年前，有个建中学生在学校公开出柜，不畏众人的眼光。每次游行总是往高处爬，挥舞着彩虹旗，直到白发苍苍，他都要用他的大半辈子，告诉孩子们仰头望望天空，希望就正在眼前，告诉这个社会，我们也是人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如果你是异性恋，请别忘记给身边的同志朋友一个鼓励，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如果你是同志父母，请别忘记给予你的孩子最大的支持。有任何问题，请记得一定要和孩子们沟通，或者拨打同志咨询热线。有任何疑难杂症，他们其实都非常欢迎你来提问。如果你是同志，请相信自己，我们没有错，你并不孤单。我们还是要做那个最善解人意、最勇敢、最骄傲的自己。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或你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你有什么出柜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吗？请在下面留言分享哦。